人最难控制的就是诱惑和欲望。当着自己的爱人说你知道有多少男人等着我离婚吗？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，胆子好大！视频里这个被骂的女人是杨女士，究竟是出了什么事，会让涂磊说话这么严厉呢？此事还得从她的丈夫李先生说起。还有跟一些异性朋友还发朋友圈，酒吧里面就让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。等到大概晚上1点半的时候，他回来了，醉醺醺的，我就简单的就说一句：你觉得你对这个家还有这份关心吗？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？然后他说，反正在外面等着我离婚的男人多的是。原来李先生和杨女士已经结婚4年多了，家里还有一个孩子，本来一家人过得很幸福。但是后来杨女士变得越来越不着调，还通常和一帮男的勾搭在一起，为此还成了酒吧的常客。看着妻子的行为越来越过分，李先生气愤地找到妻子对峙，但妻子一脸无所谓的态度让他很是无奈。所以为了挽救这段即将破裂的婚姻，李先生找到了节目组，希望老师能帮他劝劝老婆。那他们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一到台上，李先生就愤怒地抱怨妻子的所作所为。经常跟朋友在外面吃饭，比如说10点多钟的时候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他就说，那我等会儿就回来了，等会儿就回来了，老是这样等会儿，结果我等到12点半了，他才回来。他们都没有走，我怎么好走？看得出来，杨女士还真不是个省油的灯。在李先生的心里，妻子对家庭很不负责，否则也不会不顾家，自己天天晚上外出醉生梦死，让他独自在家边工作边带孩子。但凡妻子能多抽点时间待在家里，为他分担一点，她也不会有任何抱怨。听着丈夫对自己的指责，杨女士却解释说，她经常出去玩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杨女士说是因为李先生不去接她，要不然也不会不回家。如此颠倒是非的话，让李先生一下子火就上来了，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没办法，他又指责起妻子其他的行为，他又跟一些异性朋友还发朋友圈，酒吧里面就让我觉得很难接受这种。等到大概晚上1点半的时候，他回来了，醉醺醺的，我就简单的就说一句：你觉得你对这个家还有这份关心吗？还想不想在这个家待？然后他说，反正在外面等着我离婚的男人多的是。所以这句话就让我觉得他对这个家庭可能已经不那么在意了。对于思想保守的李先生来说，他不能接受妻子天天去酒吧，即使去酒吧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，他也不希望他的妻子跟别的男人去。但是劝说妻子不但不听，反而还觉得他烦。听到这些话，他的妻子杨女士又会怎么解释呢？我回来的态度你是什么？就是来大吵大闹。当时我肯定被你气着，我说了一点气话。但是你知道那一次我是在谈事儿啊，谈事儿你还要去酒吧谈吗？杨女士并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她认为是丈夫对她不好在先，所以自己才态度不好，并且自己去酒吧玩也是有事要谈。令人不解的是，有什么是需要天天去酒吧谈的？我自己本身也是做着一些自己的事业，都是我去交涉聚谈，这样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吃个饭而已。我回家你就一直闹，明明看着我喝了酒，然后你还指着我来骂，看出来你对我根本就不好。拦一句啊，就是在你的想象当中，什么样的老公就算对你好了？就在这个情景下。这种情况下看着我喝了酒，至少先来关心一下我呀，回来就找我闹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在主持人的再三询问下，杨女士也没说出个1、2、3，只是一眼带过，只能说有事，那就不得不让人怀疑，一个人没有工作，还整天不在家，到底在外面忙什么呢？虽然杨女士的理由经不起推敲，但她还理直气壮地质问起她的丈夫。我是在外面玩，回家你能等我酒醒了之后第2天来和我说吗？你为什么非要大晚上的半夜起来和我闹？女生是觉得即使我不对，但是可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我们来争执，可能第2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，你可能更接受这样的方式，是这意思吧？对呀，他现在就是这些异性朋友还不算啥，他还认了几个干哥哥。没想到已经是妻子的杨女士不好好的当贤妻良母，网络上流行认所谓的干爹干妈，杨女士也追潮流认了几个干哥哥，还整天和他们厮混在一起。有一次我去成都出差回来，然后我4点多钟到了家了，带着孩子出去玩一下吧。等我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妈就说，她说小杨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。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问她，我说你今天下了班就给他打电话嘛，我说你下了班干嘛呀？
我装作若无其事嘛。然后他说不怎么忙，他说我等会儿要去我们干哥哥家吃饭，他这些其实都跟我说了的。然后我就觉得你老往这个干哥哥家里面跑，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走得越来越近？我就试探性的大概就了解到了这个干哥哥的这个房子在哪儿。然后等到7点半的时候啊，我就跑到干哥哥他的这个房子里去啊，然后我就去敲了门，进门一看，就是4、5个男的，就他一个女的，虽然没在喝酒，但是他在厨房洗菜，这让我感觉就特别的心里不舒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家里面平时家务活他也没怎么做，跑到别人家去表现的就很贤惠，是不是？你让我心里怎么想？由于李先生工作性质特殊，需要每个月都出差几天，苦于出差期间无人照看孩子，无奈之下只好向他的妈妈求助。原以为他的妈妈住到家里，妻子会克制下自己的行为，但没想到他不但不收敛，反而更加的目中无人，直接和一帮干哥哥到别人家嗨的家都不回了。看到这一幕的李先生，感觉自己肺都要气炸了，顿时觉得自己头上都要长出一片森林了。但无论他如何威胁和训斥妻子，妻子都一副你能拿我怎样的嚣张态度，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看着两人争论不休，主持人赶紧打圆场。我问一句啊，哥没个嫂子什么的吗？离了婚的。没别的意思，就问问了解一下。你有娃对吧？对。2岁对吧？对。公公婆婆在帮你带对吧？对。正常情况下，先生不在家，先生在家，先生搭把手；先生不在家，我讲有家的人是不是应该先回家照顾一下家，而不是跟一个单身的哥哥吃饭？我一贯认为，人的这种社交方式是跟你自己所处的一个状态有关系的。你有家的人是一种有家的社交方式，没家的人是一种没家的社交方式，对吧？一人吃饱全家不愁。面对杨女士的行为，主持人忍不住替丈夫李先生说公道话。不说别的，现在他好歹也是一个有家室的人了，做什么都不可能像单身的时候那么自由，所以所做所想应该都是先考虑到家庭的和谐。但杨女士将所有这些过错都归咎于她的丈夫。他的性格一直就是有什么又不听我说，又不听我解释，然后每一次回来就是和我大吵大闹，要不就是和我冷战，一直不和我说话。那是因为你没做对。难道你就做得很对是吗？你还不是会说谎骗我？在杨女士看来，丈夫的性格太过多疑，每当自己独自外出，丈夫就疑神疑鬼，根本不会听她的解释，要么和她争论或者冷战，这也导致她心里很不爽。看到杨女士做错事还很理直气壮，她的丈夫李先生更生气了。可是杨女士接下来的话又是从何说起呢？还怀着孩子，那个时候就经常说骗我出去打牌，丢我一个人在家。因为当时她怀孕了嘛，然后就整个脾气啊这些都特别的大，可能有时候一点小事没做好，她就要对我发脾气。我就感觉在家里面，我就像她的这个出气筒一样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可以让着我点吗？但是我让了很多了呀。你知道我不喜欢你打牌，好吗？我又不抽烟，又不喝酒，我只是想，用这种方式来。我不能接受的是你骗我，自己心里面的。你骗我就不好。现在还打吗？后来就是成都去上班了，也没什么机会了。看来是李先生之前也撒过谎。不过即使杨女士缺点再多，但也不应该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。这万一出点事可怎么办？看着公众舆论开始偏向自己这边，杨女士就趁热打铁，继续说起对丈夫的不满。为了避免矛盾再次升级，主持人上前直接打断，问起了李先生此行的目的。今天是谁说要来这儿的呀？我来这儿干嘛呢？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吧，把这些心呐都放在咱们家里面，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。所以你心里是委屈的是吧？有点。你跟他们在一起开心吗？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开心，但是回家就不开心了。他如果不找你闹的话，其实还是挺开心的，是吧？他不找我了，还可以。听了李先生的话，得知他还是不想放弃这段婚姻，但是因为妻子的行为越来越过分，他被迫无奈，不得不把带妻子到节目组，希望做出改变。但是他的妻子杨女士说，她也只是偶尔出去娱乐一下，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丈夫的事。鉴于他们的情况，主持人直接向台下的几位嘉宾求助，那么他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？老师们看看啊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杨女士，为什么你老公一直阴阳怪气，你知道吗？是因为吃醋吗？这不是本质，本质是什么？本质是你老公无能为力，他不知道拿你怎么办。这个时候他所有的表达方式就是我要跟你闹，我就阴阳怪气，我就冷暴力。所以这件事情在于你们之间要互相聆听，千万不要忽略了对方的情感需求。人是情感的动物，不要做没有感情的吵架机器，要做有感情的夫妻。
老实认为她的丈夫李先生没有太大的错，更大的问题是出在他的妻子杨女士身上。不管她是作为妻子还是母亲的身份，付出的心血都太少了，这明显不对。而李先生每次选择调解，矛盾的根源是不断的争吵，这种解决方法也没有用。所以如果想继续经营好婚姻，那么双方都应该学会如何尊重对方。在这方面，沙老师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你嫁给他不是基于你爱他，是基于你当时对我好。那这种好我现在感受不到了，我就要出去寻找别的好。因为我在跟别的干哥哥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使我心情愉悦，会让我变得开心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好。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移情别恋呀？我觉得这是对他的不公平。那他又做错了什么呢？你一直在说我们没有任何的事儿，没有发生任何的实质性的关系，但你跟你那些干哥哥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，只有你们两个人清楚。只不过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，但这并不代表忠诚。莎娜老师的观点很明确，精神上的出轨也是在背叛。杨女士是成年人，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就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，不能说对丈夫不满意就出去寻找新寄托。这种行为对丈夫和家庭都很不负责，所以她希望杨女士能及时迷途知返，回归家庭，就他们的问题。涂磊老师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。语言是行为的道具，一个人说话，无论是他的笑话、气话、冲动的话，都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认知。你说，你知道外面有多少男人等着我离婚吗？你说你这是气话是吧？是的。我认为你在表达你的实力。我有这个实力，我有这个市场，而且这种市场、这种实力，你是很自信的。你为什么会这么自信？一定有不少男人表达了对你的青睐，要不然你没有实力说这话。而让我最恐怖的，不是说你有实力说这话，是你敢说这个话。当着自己的爱人说你知道有多少男人等着我离婚吗？你居然敢说这样的话，你胆子好大。涂磊老师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。首先，抛开家庭不谈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在外面放纵、水性杨花都不对。但是杨女士不仅不感到羞耻，还以此为傲，也不想想别人说的话是真心还是逢场作戏。即使面对丈夫的指责，还大言不惭地挑战丈夫的底线。真不知道是不是脑袋有问题。看着杨女士内心有所触动，涂老师继续开导。你要知道，家庭生活当中最可怕的，并不是有根据、有事实的不忠和背叛，最可怕的是以没有事实、没有根据为由，堂而皇之的和其他的异性近距离接触，甚至是暧昧。当所有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的时候，人已经不怕了。如果他今天抓到了证据，你信不信？他已经不怕了，他只是愤怒。而最可怕的就是在没有事实和根据之前的似是而非，是让人最可怕的。就像那个炮仗爆了，其实并不可怕，怕的是烧引线的时候。所以，当一个人堂而皇之的、自信满满的说“我跟他们之间又没什么”，然后以这样的名义跟异性保持近距离接触的时候，是这个人防线最弱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认知到这种危险性，自动自觉的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，保持跟其他异性之间的距离，不仅是自尊自爱，也是保护自己。你真觉得你跟他们经常待在一起，不会有心猿意马的时候吗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对杨女士来说，她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作死。虽然她再三说她和外面的人没有关系，但是接下来会不会擦枪走火，这是没人预料到的。因为诱惑和欲望是最难控制的东西，所以作为一个有家室的人，理应与其他异性保持距离，不仅仅是因为自尊自爱，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。涂磊老师讲得很对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所以我们要严以律己，希望他们能在今天的节目中说清楚，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不再赌气。毕竟他们有一个年幼的孩子。听了几位嘉宾的建议，杨女士真诚地向丈夫道了歉。其实我也不想这样的，真的，在我的心里呢，其实你还是一个不错的男人，只是很多时候我没有感受到。那么听完妻子的心声，李先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李先生看着真诚忏悔的妻子，决定原谅，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，祝愿他们未来的婚姻能顺利美满。
那么屏幕前的你有什么看法和想法呢？欢迎点赞关注，在评论区留言探讨。